刚一进来就被黑土地上的药材震惊了。只见下午才栽种的药材，此时已经长大了一大圈。夏寒烟挖了一株37出来，根茎特别粗壮，这绝对是上品的灵药。这才一个下午，药材就长大一圈，这黑土地种东西可真是个宝地。夏寒烟洗完澡后便出了空间。第二天一早，夏寒烟早起来做饭，糙米已经没有了。夏寒烟也没发现其他的米，他将黑面倒进无油无水的铁锅里，小火来回翻炒，又做了一锅菜团，炒了一盘小青菜，油还是不能放，只能放些盐，又将曹春香和冷大郎腰带的午饭和水装好。冷大郎吃完早饭，刚要去水缸旁灌水，就发现水囊已经灌满了。这时夏寒烟走过来，把包好的菜团递了过去。大哥，这个给你，留着中午吃。好，谢谢妍妍。大哥不用客气，婶子，这个是给你准备的。好，那婶子就先走了。说完转身扛着锄头就和冷大郎一起出了门。安顿好家里，夏寒烟和冷三郎继续上山挖药材。之前挖的药材都已经按照药理炮制好了。三哥，你陪我去趟县城吧，我们找个药房把这些草药卖掉。行，走吧。县城我去了好几次呢，你要去哪家药房，我带你去。三郎背着药材，两人走了半个多时辰才看到县城的大门，这可真够远的。一进城就看到热闹繁华的街道，人来人往。想不到在乡下有人穷的饭都吃不上，而这县城还挺繁华的。三哥，你说我们去哪家医馆？这县城一共有2家医馆，不过这2家其实也是一家，因为这2家医馆是一对夫妻开的，名叫玉元堂。他们一家主治外伤以及一些男性病，一家主要呢是看一些女性疾病，还有接生的。那就去看外伤那家。那行，走吧。两人来到医馆门口，里面人来人往，看病的人还不少。两人一进来，就有一个小伙计走过来问：二位是抓药还是看病？抓药这边请，看病的话，宋大夫还有3个病人，可能要排队等一会儿。这县城一共有2家医馆，不过这2家其实也是一家，因为这2家医馆是一对夫妻开的，名叫玉元堂。他们一家主治外伤以及一些男性病，一家主要呢是看一些女性疾病，还有接生的。那就去看外伤那家。那行，走吧。两人来到医馆门口，里面人来人往，看病的人还不少。两人一进来，就有一个小伙计走过来问：二位是抓药还是看病？抓药这边请，看病的话，宋大夫还有3个病人，可能要排队等一会儿。小哥，我们不看病也不抓药，请问你们这里收药材吗？我们是来卖药材的。收的，您稍等，我去请吴老过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便走了出来。不知道你们要卖什么药材，可否让老朽看看呀？当然可以。夏寒烟说完，就把冷三郎身上的背篓取了下来，然后从背篓里一一拿出炮制好的药材。没想到已经炮制好了，这炮制草药的手法不错，不知是谁炮制的？吴老，正是晚辈炮制的。哦，没想到你这小丫头倒是懂得不少，还会炮制药材。吴老过奖了，不知这药材贵店可收？自然是收的。那您看这些药材，您能给多少钱？吴老看着这些药材，算是上品草药。蒲公英比较常见，这个3文钱一斤。车前草我给你8文钱一斤。剩下这3种，黄芪、柴胡还有3七，这3种价格要贵一些。这3个我给你2两银子一斤。如果你同意价格的话，我们这就去过秤。好，我相信吴老不会占我这个小丫头的便宜。你这丫头倒是会说话，放心吧，我老头子一把年纪，不会坑你一个小丫头的。好，那麻烦吴老去过秤吧。小姑娘，蒲公英是10斤，30文；车前草8斤，64文；其他3种是15斤，也就是30两，加起来一共是30两零94文。没错，小丫头算的可真快。听到30两，冷三郎满脸震惊，这些草药竟然卖了这么多钱，家里还有不少没晒干的呢。那要是都卖了，得卖多少钱？他们家这是要发财了。山上还有好多草药呢，回家他要赶紧去挖草药，这也太挣钱了。吴老让掌柜的给夏寒烟拿银子，还一边嘱咐夏寒烟，如果以后有药材还来他这里卖，保证价格公道。夏寒烟再三保证后，才走出医馆。冷三郎怀里揣着30多两银子，双手紧紧地捂着。从医馆出来后，总是下意识地四处看，就怕有人抢他的银子。走吧，三哥，我们去粮铺买点米和调料，家里的米和盐都没有了。好。二人到了粮铺，粮铺伙计出来招呼：哎呦，客官，想买点什么？夏寒烟走到粮食面前，看着白米问：小哥，白米怎么卖的？白米15文一斤。白面呢
白面也是15文一斤。粟米呢？粟米10文。这时冷三郎赶紧走过来小声说：妍妍，我们买点糙米就行，糙米参5文钱一斤，糙米参5文钱一斤。三哥，你听我的，那个不好吃，我们不买那个。说完又看向伙计：小哥，我要5斤白米，5斤粟米，10斤白面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后，我马上给您称。说完就麻溜的去称粮食了。原本看他们的穿着也不像有钱人，没想到出手倒是挺大方，一次买这么多，还都是买的精米精面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冷三郎小声的问：妍妍，我们是不是买的太多了？三哥，你就别管了，家里人多，要不是我们2个拿不下，我还要买更多呢。我们赚钱不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些吗？行，那买吧，反正也是你挣来的钱。冷三郎彻底放弃了，他算看出来了，他就管不了嫣嫣，反正钱也是嫣嫣赚的，他想咋花就咋花吧。伙计笑呵呵地说：客官已经称好了，一共275文。三哥，给钱。哦。冷三郎肉疼地摸出1两银子递过去，伙计笑呵呵地接了过去。伙计，东西能不能放你这里寄存一下？我们还要去买一些其他东西，一会儿再回来取。行，没问题。伙计痛快地答应了。走吧，三哥，我们去买。走吧。两人先来到专门卖盐的地方，盐是由朝廷指定的商铺售卖，长平盐20文一斤。夏寒烟买了2斤盐，花了40文。又去调料铺买了1斤糖，花了50文。这里糖是真贵。看到酱油，又买了3斤酱油，花了45文。陈醋2斤，花了20文。路过猪肉铺，买了5斤猪五花，2根大棒骨，5斤猪板油。肉摊老板长相粗犷，身材魁梧。夏寒烟要的肉，他割得丝毫不差，用油纸包好后递过来。小姑娘，拿好了，一共255文。三哥，给钱。夏寒烟脆生生地喊道：好。冷三郎说完就从怀里掏钱，这次倒是不见他肉疼了。嘿嘿，今晚有肉吃了。三哥，你知道哪里有卖瓷瓶的吗？知道，跟我来。说完拉着夏寒烟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家卖陶瓷的店铺，他指着前面：就是这里了，你要买什么呀？我想买几个精致的小瓷瓶，用来装成药。哦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。2位客官想买点什么？伙计忙走过来问：装药丸的瓷瓶，你这里可有？有的，您这边请。伙计带2人到了小瓷瓶这边，夏寒烟挑了10个做工精致、没有任何瑕疵的白色瓷瓶，又选了10个绿色没有瑕疵的瓷瓶，又买了5个碗和5个盘子。客官，一共是1两银子。冷三郎嘴巴张得老大，啥玩意儿？这点玩意就要1两银子？夏寒烟也微微皱眉，这陶瓷在这里这么贵吗？看来他的成药可能要卖得贵一些了，不然都不够买瓶子的钱。冷三郎移过来，在夏寒烟耳边小声说：媳妇儿，是不是太贵了？能赚回来吗？三哥，给钱，你相信我，肯定能赚回来的。夏寒烟拍着胸脯保证：行，听你的，买就买。说完就心疼地掏了1两银子，将瓷瓶放在背篓上边，两人便出了陶瓷店。三哥，我还得买一个捣药的药碾子。这个3个知道哪里有啊？卖石雕的地方就有。于是两人又去买了一套药碾子，没想到这东西还有点重。三哥，要不我们一会儿坐牛车回去吧，东西有点多。夏寒烟记得上次曹婶子带他回来就是坐的牛车，1人才2文钱。冷三郎看着怀里的药碾子，又想到粮铺里的20斤粮食，果断的点点头。这么多东西他是真拿不动，媳妇又瘦又小的，可不能累坏了。既然一会儿坐牛车，夏寒烟又去了布庄。进门前，夏寒烟看着冷三郎说：三哥，婶子会做衣服吗？冷三郎点点头，有些失落地说：会，娘做的衣服可好了，娘以前还做刺绣换钱呢。不过自从爹卧床以后，家里的活都落到了娘的一个人身上，娘的手越来越粗糙，总是把布刮得抽丝，所以从那以后娘就再也不绣了。看到冷三郎情绪低落的模样，夏寒烟赶紧说：那好，我给婶子买布料，让她给咱们做新衣服新鞋穿。好。2人走进布庄，里面有各种颜色的布匹，颜色煞是好看。
二位随便选，看看可有中意的。伙计走过来笑着说：三哥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也不知道，妍妍，你给我选吧，我穿什么颜色都行。那行，那我替三哥选了。夏寒烟说完就转身看了起来。我穿什么颜色都行。那行，那我替三哥选了。夏寒烟说完就转身看了起来。全部都看了一圈后，夏寒烟决定还是买粗布。那些细棉布看着是好，可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买了细布，做成衣服后他们平时肯定不舍得穿，那买来有什么意义？小哥，那个灰色的来10尺，这个藏蓝色的来20尺，这个藏青的来20尺，这个嫣红的来10尺，这个酱紫色的来10尺。哎，好，我这就给您裁剪。说完，伙计就赶忙去裁剪了。三哥，你说鞋子是我们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？现成的贵。小哥，你们这里最普通的布鞋多少钱一双？20文一双，粗布做的，男的是黑色，女的是藏蓝和浅麻色。那行，我再要。妍妍，别的就别买了，买了也穿不上。没事儿，那就多给大哥买一双，他整天在满头废鞋，你知道他穿多大的鞋吧？好吧，我都知道。行，那一人买一双布鞋，我和婶子的要浅麻色，你们的都是黑色。行，我去告诉伙计尺码。客官，您要的布还有鞋子都打包好了，粗布呢是12文一尺，加上鞋子一共是980文。三哥，给钱。好。买完后，两人去粮铺取了粮食，就去城门口坐牛车了。冷三郎将背篓放在两腿之间，旁边就是夏寒烟，他抱着药碾子，碾子上面放着20斤粮食。看着他们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赶车的王老汉都震惊了。哎，三小子，你家这是发财了？咋买这么多东西啊？王爷爷，这不是我媳妇采了点草药换了点钱吗？家里啥都没有了，所以就买了点。这就是你媳妇呀？这姑娘长得可真标致，还认得草药，你小子有福气了。您说的是。几人唠嗑间，又有几个人陆续上了牛车，有2个是隔壁清泉村的，所以不认识，剩下的3个妇人都是狼牙村的人。王老汉见时辰差不多了，便赶着牛车往村里走。牛车上2个外村人倒是安静得很，啥也没说，不过狼牙村的3个人那嘴就没停过。哎呦，冷老三，这就是你媳妇儿啊？是啊，刘大娘。老三，你这媳妇儿长得可真俊呐，娘花了多少钱买的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李大娘还是去问我娘吧。三郎，你们这是买的啥东西啊？这么多呀？夏寒烟认识这个人，他刚来那天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曹婶子好像叫他狗蛋娘。这些都是家里要用的东西。还有，这是粮食吧？给婶子看看，你家买的啥粮食啊？说完，狗蛋娘就要上手扯夏寒烟怀里的粮食袋子。夏寒烟着实没想到这人如此不要脸，哪有一上来就扒人家东西看的？哎呦，这是白米呀，白米可是很贵的，要15文一斤呢。你家这是发财了，都吃上白米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可是1年都吃不上1碗白米饭，你这有5斤了吧？夏寒烟赶紧将米袋绑好，然后不悦地看着狗蛋娘。婶子这是做什么？怎么，你们家吃不上，我们家就不能吃白米了？再说了，谁准许你动我的东西了？你这小娘子怎么如此牙尖嘴利？我不就是看看吗？看看，那不如婶子也把背篓给我们看看怎么样？那怎么行？这是我家的东西。他这里边可是有1斤肉呢。怎么，你家的东西我不能看，那我家的东西你又凭什么扒开就看？你当我是死人吗？我不就是好奇吗？你们冷家这么穷，能买得起什么呀？今天你们却大包小裹的买这么多东西，谁知道你们的钱是哪来的？说不定就是来路不正的钱。来路不正，就算来路不正，也得有本事才能挣来。你倒是想，可你行吗？再说了，我家的钱来路正不正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好歹也在地主老爷家当了8年丫鬟，怎么我就不能有点私房钱吗？哎呦，我说狗蛋娘，你管人家哪里来的银子呢？又不是你家的，你这上来就扒别人东西，知道的你是因为好奇才看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要人家粮食呢。是啊，狗蛋娘，你这做的确实过分了，人家买那啥也是人家的，哪有直接上手的道理啊？哎呦，你们一群人欺负我一个弱嫡子，哎呦，没天理呀！眼看说不过，狗蛋娘就开始来撒泼打滚这一套。可夏寒烟是谁？别人怕麻烦，他可不怕。只见夏寒烟故作害怕地说：婶子这是说不过，想来乡下妇人撒泼打滚那一套吗？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说我不敬长辈呀？哎呀，这罪过可大了，婶子还是快离我们冷家远点吧，我们可不敢接这顶帽子。就是，婶子还是离我们远些好。还有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用我媳妇的钱买的，婶子在看别人东西之前，还是问问主人家的好。冷三郎生气地说：哼，有钱了不起啊？
狗蛋娘撇撇嘴，这有钱还真就了不起。哼！狗蛋娘把头扭到一边，不再说话。到了村口，其他人都付完钱下了车。夏寒烟和冷三郎刚要下车，王老汉说：“三小子，你俩坐好啊！你们买的东西多，我给你俩送到家门口去。”那就谢谢王爷爷了。顺手的事儿。到了家门口，夏寒烟和沈三郎要了6文钱，给了王老汉。丫头，给多了。王老汉又递回来2文。夏寒烟笑着说：“没多给，我们的东西多，2个人占了3个人的位置，你又给送到了家门口，多给2文是应该的。你快收好，不然下次我们再买东西多了，都不好意思坐您的牛车了。”那谢谢丫头了，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王爷爷不用客气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王爷爷慢走。哎，好。王老汉说完，赶着牛车便走了。四郎，快来搬东西。夏寒烟朝院子里喊了一句，反正这些东西在牛车上也被众人看到了。四郎听到喊声，急忙从屋里跑出来，一出来就看到地上放着不少东西。四郎惊喜地说：“哇，媳妇儿，咋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快拿屋里去，这可都是好东西。”哦，好。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米袋。哇，是白米呀！是啊，今晚咱们吃白米饭，高不高兴？啥？媳妇儿，我们今晚吃干饭呀？我还没吃过干饭呢，我今晚一定要多吃点，吃这么大一碗。行，那四郎晚上就多吃些。哇，鞋子、布料，哇，碗盘子，哇，肉、糖、酱油，哇，白面、盐。中午几人随便对付一口，夏寒烟便去鼓捣他的成药了。夏寒烟将药碾子用水清洗干净，晒干后，把前2天用灵泉水浸泡过又晒干的3、7根放进药碾子里碾碎，再用细筛过滤几遍，过滤出来的药渣再继续碾，直到全部变成粉末为止。夏寒烟取出1碗没有稀释过的灵泉水，将白色粉末倒进灵泉水里，搅拌至融化。本来制作金疮药除了主要成分3七以外，还要搭配几种草药，不过如今有了灵泉水的加持，其他的药就不重要了。毕竟他独创的金疮药主要靠的是灵泉水，然后倒进陶罐里开始小火慢煮。看来明天去卖药丸还得买个炼丹炉才行。制作药丸子还是炼丹炉好用。夏寒烟用勺子不断搅拌陶罐里的药，直到最后熬成药丸为止。冷三郎走过来看着盘子里的药丸问：“哇，媳妇儿，这就是你说的成药吗？”“这是药丸。”“媳妇儿，这是管什么病的药丸？”夏寒烟笑着说：“这是补元气的药丸，比如身体虚弱无力、头昏眼花、利水消肿等都可以服用。总之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药丸，就算没病吃2颗也能强身健体。这可是用灵泉水熬成的药丸，就算没病也能吃。这个也是药吗？”“这个是金疮药，止血的同时还能促进伤口愈合。”“金疮药？金疮药不都是粉末吗？媳妇儿，你这咋是水呢？”“对啊，这是我自制的止血药剂，药效应该比药粉好用。”这时四郎歪着小脑袋说：“媳妇儿，既然是你自制的，那你要不要取个不一样的名字啊？”“那这个药丸就叫固元丹，这个止血药就叫血凝露，怎么样？”“好听。媳妇儿你真厉害。”“嫣嫣，你是在熬药吗？我闻到一股药味，是你生病了吗？”“没有，二哥，我没有生病，我是在制作成药，明天打算拿去医馆卖了。”“成药？”冷二郎惊讶。“二哥，媳妇儿可厉害了，制作了药丸和凝露。”四郎瞪着星星眼。“药丸，能给我摸摸吗？”“给，二哥，你摸摸，药丸现在还有些软，你先别用力捏，明天早上应该就能风干了。”“好。”“二哥，你要不要吃1颗试试？”“不用，嫣嫣留着卖钱。二哥就是好奇药丸是什么样的，之前都没见过。”冷二郎赶紧说：“二哥，你就吃1颗吧，这药丸对你的眼睛有帮助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冷二郎有些激动地问。“是真的，不信你吃1段时间试试。”“好，那我吃。”“怎么样，二哥？”“嫣嫣，我觉得现在好舒服啊，身体里暖暖的，5脏6腑好像都被换了新的一样。”“三哥、四郎，你们也吃1颗，再给冷叔吃1颗，等婶子和大哥回来，让他们也吃1粒，我们全家都要健健康康的。”“好。”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婶子和大哥也快回来了。于是夏寒烟对跑出来的四郎说：“四郎，你给我看着这些药，千万别弄洒了，这些可是我要去卖钱的，我去做饭了。”“放心吧，媳妇儿，我肯定看好他们。”夏寒烟往锅里倒了些荤油，
等油热后，把切好的五花肉块放进去煸炒。五花肉在锅里滋滋作响，逐渐变得金黄，油脂也被逼了出来。接着，他加入葱姜蒜爆香。夏寒烟往锅里添了些水，没过五花肉，盖上锅盖，开始小火慢炖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弥漫着红烧肉的香气。四郎被这香味吸引，偷偷跑过来，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肉。媳妇儿，这里面是肉吗？啊，好香啊！四郎咽了咽口水。快啦，再等一会儿，等婶子和大哥回来就能吃了。哥，你回来啦，快过来洗漱，顺便把头发洗一下，用这个。夏寒烟指了指旁边的皂荚，说完后又回了厨房。大哥，你快洗，媳妇儿说这个叫皂角，可好用了，头发洗的可干净了。冷大郎洗完后，曹春香也回来了。曹春香一进来就闻到了肉香，他们家怎么会有肉呢？他忍着怀疑用皂荚洗了头，这时红烧肉也出锅了。众人看到桌子上的白米饭和红烧肉，全家都震惊了。小烟啊，这是……曹春香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哇，媳妇儿果然没骗我，今晚真的吃白米饭和红烧肉。嘿嘿，婶子，这粮食还有肉都是我买来的，你们放心吃，家里还有，吃完我们再买。娘，媳妇儿不但买了粮食和肉，还买了好多东西呢，有布料，有鞋子，还有糖、盐。小烟呀，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婶子，我们先吃饭吧，一会儿饭菜都凉了，我们边吃边说。说完，夏寒烟给众人开始盛饭。今天买了新碗，所以曹春香也在外屋和大家一起吃的饭。红烧肉简直是太好吃了，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一大碗红烧肉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连汤都没剩，一盆米饭也没了，就连用猪油炒的青菜都见了底。小燕，现在你能告诉婶子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了吧？婶子，这钱是我和三哥2天前去狼牙山采药赚的，三哥，把剩下的钱给婶子。好，我马上去拿。婶子，药材一共卖了30两零94文，我们买东西花了大概2两，这是剩下的钱，你收起来。回过神的曹春香看着眼前的巨款，惊讶地看着夏寒烟问：小燕，这是你赚的钱，你自己放着，我们一家人就跟着吃喝就不错了，你咋还把剩下的银子给我了？婶子，这钱你收下，就当是你买下我的报酬，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不少。不行，这钱还是不能放在婶子这儿，我整天去地里干活也不在家，这放在家里多危险，再被有心人惦记上。好吧，那这银子我先收着，你们谁如果用钱就和我说。好，他们几个臭小子不用钱，要钱你也不能给，婶子如果用钱的话就跟你说。好。燕燕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还认识草药。都是以前在徐府学的。娘，你是不知道，那草药可值钱了，就那一杯篓就卖了30多两。我们小燕可真厉害呀。夏寒烟笑了笑没说话，今天是30两，明天只怕会更多，可不要吓到他们才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夏寒烟早早便醒了，这大概已经形成了这具身体的生物钟。夏寒烟起来后先洗漱，出来就看到冷大郎正在院子里劈柴，因着用力，手臂青筋暴起，充满了力量感。大哥起这么早？冷大郎停下动作。妍妍，你也起来了。两人打过招呼后，夏寒烟便开始做早饭。冷大郎劈好了柴，便进来给夏寒烟烧火。早饭夏寒烟做了葱油饼，又煮了一锅蛋花汤，把家里的5个鸡蛋全打了，一会儿去镇上再买就是了。无疑一家人又吃撑了，这日子简直太幸福了。夏寒烟给曹春香和冷大郎装好水和葱油饼放在一旁。两人出门后，夏寒烟见盘子里的固元丹已经晾干了，拿过绿色的瓷瓶，一个小瓷瓶里装10粒，一共装了10瓶。血凝露也已经沉淀好了，白色瓷瓶要稍大些，一瓶大概有50克左右的样子。灌了10瓶，药还剩下不少，可惜没有瓷瓶了。夏寒烟便将剩下的药放进了空间里，一会儿卖了药，还得去买些瓷瓶才行。冷三郎和夏寒烟又去了县城，这次两人是直接坐牛车去的。到了城门口，两人下了牛车便进了城。两人直奔医馆，到了医馆接待他们的仍然是昨天的伙计。哎呀，姑娘，您又来了，还是来买药材的吗？是啊，小哥，还麻烦您帮我叫一下吴老。好，你们稍等，我马上就去。说完就跑进了后院。丫头，你来了。吴老。丫头，
你这次来是想卖什么药啊？夏寒烟拿过背篓，从背篓里拿出2个瓷瓶放在柜台上。吴老，这瓶是血凝露，和金疮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瓶是固元丹，药如其名，补元补气，滋阴润燥，增强体质。说完，夏寒烟将2瓶药推到了吴老面前，竟然是成药。吴老将药丸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，顿时一股清凉传遍全身。没想到这姑娘如此厉害，不但会制作药丸，药效还如此厉害，光是闻着气味就知道这绝对是上品。吴老小心翼翼地将药丸放回瓷瓶里，然后又拿起血凝露的瓷瓶。吴老，这个是液体，小心些。液体止血药。吴老有些意外。吴老，这个是液体，小心些。液体止血药。吴老有些意外。闻言，吴老同样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里面他只闻出了3七的味道，其他的成分竟然分辨不出来。难道是什么独家秘方？液体止血药倒是头一次见，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。吴老，这2瓶给您试药，您若是觉得好用，我这里一样还有9瓶，若是不满意，退给我就是。好，成药不比草药，这个确实需要试药才能决定收不收。好，明白，吴老尽管去试。吴老拿着2瓶药直接找到伙计问：医馆里今日可有受外伤的病人？有的，来了2个人呢，有一个伤得可重了，后背划了一个大口子，还有一个是个小孩子，手掌被利器割伤了，眼下药童正在包扎呢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吴老这边请。伙计领着吴老去了重伤的那位患者的房间。宋大夫站起身：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病人怎么样了？伤得很重，已经用了金疮药，可惜伤口太深，金疮药效果不大。棉布打开我看看。好。吴老上前看了看，伤口确实很深，于是他从怀里拿出夏寒烟刚送来的止血药，递过去说道：用这个。老师，这是老夫刚刚得来的止血凝露，里边是液体，直接撒到伤口上就行。是，老师。宋大夫接过瓷瓶，小心翼翼地撒在了病人的伤口上。神奇的是，血止住了，原本还在鼓鼓往外冒血的伤口，在血凝露撒上后，竟肉眼可见的不流了，就连伤口感觉都没那么深了。老师，这药效果也太惊人了。吴老也是一脸惊喜，脸上是难以掩饰的笑容。没想到这血凝露如此神奇。接着，吴老又带着宋大夫和伙计来到那个手掌被割伤的小孩这里，同样将血凝露撒在小孩的伤口上，伤口很快就不再流血，疼痛感也减轻了不少，小孩几乎是瞬间就停止了哭泣。吴老满意的点点头，对夏寒烟的药十分认可。血凝露已经试过，效果已经不能用好来形容了，简直就是神奇。他活了这把年纪，这是他见过最好的止血药了。至于固元丹，那个不用试，光凭那清香凝神的气味，他都知道那绝对是上品。他回到前堂，对夏寒烟说道：丫头，这2种药老夫要了，10瓶血凝露，10瓶固元丹，你开个价吧。吴老，相信这药你也试过了，效果多好我就不用说了，市面上最普通的金疮药都是要3两银子1瓶，好一点的就得7、8两，我这药的效果只会更好，所以血凝露和固元丹都是10两1瓶。一听夏寒烟说10两1瓶，冷三郎瞬间张大了嘴巴。1瓶10两，10瓶就是100两，20瓶就是200两。